30万人就站着不动等日军杀，他们为什么不反抗呢？那么多人一起反抗，也不至于一起全被杀掉吧？直到如今，仍有部分日本右翼势力在煽动和误导民众，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可当铁证如山下，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场暴行的真实性后，他们无法再继续否认，便另辟蹊径，开始在30万这个遇难人数上大做文章。这些右翼分子声称，当年日军进城时总兵力不过5万人，若南京城内的30万军民真能团结反抗，绝不可能全部遇害。但事实远比他们的谬论残酷得多。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之前，负责守卫南京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起初虽曾在公众面前表态是与南京共存亡，还下令销毁了长江上的渡船，以示死守决心，却在日军突破中华门、光华门等关键城防后，为求自保，仅带着少数亲信乘坐事先预留的小火轮撤离，将城中数十万军民弃之不顾。更严重的是，他在撤离前并未通过有效渠道向全城军民传达撤退命令，也未提前制定并落实平民疏散计划。因此，直到日军的坦克驶入南京街头，城中许多老百姓仍不知道国民革命军已经撤退，更无法预料到接下来的6周里，南京会从一座繁华都市沦为人间地狱。再看日军方面，他们刚进入南京城时，并未立刻大开杀戒，因为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部清楚，城中除了平民，还曾有大量未及时撤走的溃散国军。当时南京保卫战中，守军约15万，撤退时多数部队因指挥混乱、通讯中断而溃散，未撤走的兵力有数万之多。于是日军耍起了阴险的手段，士兵们收起亮闪闪的刺刀，在城中通过临时搭建的广播装置、张贴告示和沿街喊话的方式大肆宣传，谎称会严格遵守日内瓦公约等国际法，善待俘虏，绝不伤害无辜平民。为了让伪装的友善更具迷惑性，他们还特意让随军记者跟随，拍摄士兵向城里的落单儿童分发糖果，给贫苦百姓递上少量粮食的画面。这些虚假的温情场景随后被刊登在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等日本报纸上，既用来欺骗国际舆论，也进一步麻痹南京军民。起初只有小部分南京军民对日军的说法将信将疑，有人躲在废墟后观察，有人试探着从地窖里走出，其他藏起来的百姓看到日军并未立刻加害这些人，甚至还主动帮助平民，便纷纷松了口气。就这样，越来越多的军民为了活命，主动从藏身的防空洞、阁楼、寺庙里走出，并按照日军的要求，将手中所有可能用于自卫的东西全部交出，无论是士兵残留的枪支弹药，还是百姓家用的菜刀、镰刀、锄头，都被日军集中收缴后就地销毁或运走。可日军将武器和自卫工具全部收缴完毕后，立刻撕下了伪善的面具。他们把交出东西的军民按男女老少分区域关押在金陵大学操场、华侨招待所、上兴和码头等开阔地带，用铁丝网围起来，并且直接切断了所有人的水源和粮食供应。12月的南京寒风刺骨，被关押的人们没有御寒的衣物，只能挤在一起取暖。没过多久就因饥饿和口渴头晕眼花，连站立都变得困难，更别说组织反抗。与此同时，日军开始分批次用卡车将被关押者带往城外的长江边、紫金山路、燕子矶、草鞋峡等地，进行有组织的集中屠杀。有的地方用机枪扫射，尸体堆积如山后，再浇上汽油焚烧；有的地方直接挖大坑，将人推进去后活埋；还有的地方让士兵用刺刀逐一刺杀，以此锻炼刺杀技巧。到了这个时候，即便再迟钝的人也能察觉到不对劲，可一切都为时已晚。他们没有武器，身体又因缺粮缺水变得虚弱不堪，早已失去了任何抵抗能力。更令人发指的是，当时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早在日军进城前就向手下部队下达了默许暴行的密令。密令中可在南京城内自由行动的表述，本质上就是允许士兵肆意进行杀戮、抢劫与强奸，没有任何纪律约束。日军的暴行很快蔓延到全城，商铺被洗劫一空后烧毁，民宅被强行闯入，妇女无论老少都可能遭到侵犯，甚至连襁褓中的婴儿都未能幸免。其中，日军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一发起的百人斩竞赛更是成为这场暴行中极具代表性的残忍一幕。两人在从上海向南京进军的途中，竟以斩杀中国平民和士兵为乐，约定谁先斩杀满100人谁就获胜。当时的日本报纸还将这一血腥行为当作英雄事迹公开报道，这些文字后来都成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战犯的关键证据。在此期间，也有小部分军民试图寻找机会逃走，有人趁着夜色往长江边跑，向渡江到江北；有人躲进教堂、医院等建筑，希望能得到保护。
可南京城的各个要道、路口都有日军重兵把守，还配备了军犬和巡逻车，根本无路可逃。而且一旦被日军抓住，等待他们的会是更残忍、更泯灭人性的虐杀。短短6周，30万无辜的生命惨死于日军的暴行之下，最终只有极少数人侥幸逃生，有的躲在石堆中，趁日军撤离后才敢慢慢爬出来，有的被约翰·拉贝、林尼维特林、约翰·马基等国际友人保护在国际安全区内。拉贝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自发组织起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将自己的住所和周边区域划为安全区，最多是庇护了数万名中国平民。魏特林则作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务长，坚守校园，用身体和职权多次阻挡日军进入，保护了上千名女学生和妇女。马吉牧师则用摄像机偷偷记录下日军的暴行，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还有的人藏在长江边的芦苇荡里，靠吃芦苇根和江水熬过了这场劫难。正是这些幸存者的亲身见证，再加上国际人士留下的一手资料，日军自身的战地报告，才让日军的滔天暴行得以公之于众，被全世界所知晓。由此可见，并非30万南京居民不敢反抗，而是当时的他们根本没有反抗的条件与能力。先是军队指挥官带头撤离，导致数十万军民群龙无首，陷入混乱。接着是日军用伪善的面孔骗取信任，收缴了所有可能用于自卫的工具。最后又以断水断粮、寒冷天气的双重折磨，将人们的身体和意志彻底击垮。在这样的绝境下，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拿什么去和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且毫无人性的日军对抗？